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我是老吉啊。那今天呢，我想为大家介绍一个 All-in-One CPU Water Cooling， 是来自 Fractal Design 的，它的型号呢是 Lumen S24 RGB， 也是 Fractal Design 最近才刚推出的一个 All-in-One CPU Water Cooling。在它设计的方面，跟 Celsius 的系列是有所不同。在价钱方面呢，等下我是会在最后的影片才公布。今天的影片我就会分成开箱的部分、安装的部分，还有测试的部分。在最后的影片，我也是会分享我使用 Lumen S24 RGB 的心得。在今天的这个影片也是非常感谢 Fractal Design 给我这个机会，赞助了我这个 Fractal Design Lumen S24 RGB 的 All-in-One CPU Water Cooling 来为各位做介绍的影片，非常感谢 Fractal Design 给我这个机会，谢谢你们。在介绍影片开始前，如果你们谁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的话，记得去按订阅和按小铃铛，如果有新的影片的时候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在这里呢，我也是要告诉你们哦，目前观看我影片的人，还有大概 90% 的观众们还没有去按订阅我的频道，那就记得去按订阅，帮我破1000个订阅者。接着呢，我们就来进入介绍的影片吧 ，Let's go。Fractal Design 除了有出产 Lumen S24 RGB 以外，也是有出产 Lumen S28 RGB 跟 Lumen S36 RGB 的版本。它们之间的不同就是在 Radiator 的尺寸。Fractal Design Lumen 也是有出产没有 RGB 的版本。在它盒子里面就有说明书，还有一张红色的纸，是写着说，如果产品有什么问题的话，在还回之前就请跟卖家或者跟 Fractal Design 联系，询问他们的帮助。在这个红纸的下面也是有 Fractal Design 的联系号码。接着我们就有2个 120mm ARGB 的风扇，还有一包的 screw cable。AMD 和 Intel 的 bracket， 还有 Intel 的 backplate， 这里面就没有包括 AMD 的 backplate。在盒子里面最后的东西就是我们的主角 Fractal Design Lumen S24 RGB。在这边我就做个简单的规格介绍。Fractal Design Lumen S24 RGB 用的风扇是 Expert 12 RGB BWM。它的 RPM 最低呢是能去到500 RPM， 最高的话是可以去到2000 RPM。Fractal Design Lumen S24 RGB 的 BUMP 所在的地方比较特别，它 BUMP 的位置是在 Radiator 的地方。它的 BUMP 的 RPM 呢是在4000 RPM 左右，这速度呢是算非常的快了。Fractal Design Lumen S24 RGB 它的 tube 的长度是400mm， 如果你想安装在上面或者是前面的话是没有问题的，够长。在它的 Radiator 左右边都有印着 Fractal Design 的 logo。Fractal Design Lumen S24 RGB 在它的 heatsink 上面有准备了散热膏，就不用另外去买了。如果你想涂上更好的散热膏的话，也是可以，没有问题的。我本身呢是用着它准备的散热膏。Fractal Design Lumen S24 RGB 的 Water Block 表面是 matte 的材质，摸起来的时候有 premium 的感觉。它的 Water Block 的盖也是非常的特别，因为它没有开机的时候是黑色的，开机了过后，它的 ARGB 灯竟然能透过它的 Water Block 的盖，非常有趣的设计。等下在接下来的影片可以看到，它的 Water Block 的盖也是可以让你旋转4种不一样的方向，拆的方式的话也是非常的简单。在这影片我所要安装的零件的话，像 CPU 的话是 AMD 的 Ryzen 7 5800X， Motherboard 的方面的话是 ASRock B450 Steel Legend， 还有 Graphic Card 的话是 Zotac 的 GTX 1070 Mini 8GB GDDR5， 还有 RAM 的话是 Cliffboard 的 8GB 3200MHz 2支。Power Supply 的方面是 Fractal Design 的 Ion Go 750W。
Case 的方面是用 Fractal Design Meshify to Compact。那接着呢，我们就进入安装的影片吧。在这边呢，我也做了几项 CPU 温度的测试。我测试的环境的温度是在25度左右，是在没有冷气的房间做 CPU 的温度测试。首先，我做了 Valorant 游戏的 CPU 温度的测试。在玩 Valorant 游戏的时候，它的 CPU 的温度不超过68度，平均温度是在63度，这比我想象中的还要低。非常的不错。接着呢，我也做了 Premiere Pro Export Video 时候它的 CPU 温度的测试。当在 Export Video 的时候 ，CPU 的温度不超过80度，平均的温度是在78度，冷却的性能非常的好。接着呢，这里我也做了 Cinebench R23 的 CPU 温度的测试。当在启动 Cinebench R25 的测试的时候 ，CPU 的温度不超过84度，平均的温度是在83度。
这个冷却性能的话是算非常的好。在最后，我也做了什么都不做的时候 CPU 温度的测试。当什么都不做的时候呢 ，CPU 的温度平均是在38度，也比我想象中的还要低。OK， 在这边呢，我就分享我使用了 Fractal Design Lumen S24 RGB 的心得。首先呢，我就从安装的部分说起。在安装 Fractal Design Lumen S24 RGB 基本上也是没有遇到什么特别困难安装的问题。装起来的话非常的简单，如果你是新手的话，基本上也是没有问题。如果你不懂怎样安装的话，你可以参考它的说明书，它的说明书也是写着非常的仔细。那我本身是用 AMD Ryzen 7 5800X 的 CPU， 在它赫子里面就没有包括 AMD 的 backplate， 所以呢就要用回 motherboard 的 backplate。在这边就要注意一下，记得不要把 motherboard 的 backplate 丢掉，不然的话就要去买 AMD 的 backplate。接下来呢，我就说下这个 Fractal Design Lumen S24 RGB 的设计。在它设计的方面，我觉得是非常的特别，因为在它的 BUM 所在的位置是在 radiator 的地方，还有它 water block 的设计也是非常的干净，这也是我没有看过的新的一个的设计。还有一个地方是我喜欢的地方，是在它的 water block 的盖可以让你摆不一样的方向，这个的话是非常的加分。在它冷却性能方面，我本身觉得是非常的不错，因为在 full load 的时候能把我的 AMD Ryzen 7 5800X 的温度压在84度以下，还有在什么都不做的情况下能把我的温度压到38度，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成绩，我非常满意它的冷却性能。在这边呢，我就做个总结，这个 Fractal Design Lumen S24 RGB 值不值得买？我本身觉得当然是值得的，因为它的冷却性能和它的设计是在高中端的之间。在这边的话，我就公布它的价钱。它的价钱的话是在马币569，这个价钱的方面给我的话算是还可以。在这边我也顺便公布其他版本的价钱。OK guys， 介绍 Fractal Design Lumen S24 RGB 的影片就到这里。如果你们对这个 Fractal Design Lumen S24 RGB 有什么看法的话，可以留言在下面，大家一起来讨论。或者如果你们对这个 Fractal Design Lumen S24 RGB 有什么想问的话，也是可以留言在下面。如果你们喜欢我的影片的话呢，就记得去按订阅和按小铃铛。如果有最新的影片的时候呢，也是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OK，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啦，我是老吉啦，我们下个影片再见，拜拜。